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当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担心全球经济是否会因为高利率而陷入衰退，或者在苦苦等待联准会何时降息来拯救市场时，亚洲的一个核心经济体却突然抛出了一个震撼弹，直接改写了市场的预期。野村证券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韩国政府刚刚做出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动作，他们将2026年的 GDP 增长预测从原先预期的 2.0% 直接大幅上调到了 3.0%。你没听错，这不是微调，而是整整上修了 50%。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预测背后的数据显示，韩国2026年的名义 GDP 增长率竟然从原本的 4.9% 被暴力拉升到了 12.3%。野村证券最新报告指出，韩国经济可能正迎来由 AI 晶片周期带动的新一轮成长阶段。市场原本认为韩国仅处于低谷复苏，但野村认为强劲的半导体出口、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以及产业政策转型可能推动韩国进入二次成长周期。野村指出，韩国政府之所以将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提高至 3%， 主要依靠两大支柱：第一， AI 带动的半导体出口爆发；第二，政府推动的三大超级投资计划，包括晶片产业集群、AI 数据中心以及物理 AI 发展。韩国希望借此提升潜在增长率，并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地位，其中最核心的驱动力仍是半导体出口。野村指出，韩国政府对2026年出口增长预期由年初的 4.2% 大幅上修至 40%， 反映 AI 晶片需求远超市场预期。若这一趋势延续，韩国经常账盈余可能达到2900亿美元，将为韩元提供强力支撑，也有助于改善企业获利与资产负债表。另一项重要变化是财政政策。野村指出，韩国政府计划利用晶片产业带来的额外税收推动第二次追加预算，而不依赖新增国债，预计新增收入可能相当于 GDP 的 1%。 华瑞认为，这种不举债的财政扩张非常罕见，既能刺激经济，又不会增加政府债务压力，预计可为 GDP 额外贡献约 0.2个百分点。在货币政策方面，野村预计韩国通膨将升至 2.6%， 高于原先预期，因此韩国央行可能维持偏鹰派立场，并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初多次升息，使终端利率达到 3.25%。 华瑞认为，这种升息并非单纯压制需求，而是建立在经济强劲成长基础上的良性升息，代表韩国经济热度正在回升。除了短期增长，野村也关注韩国产业升级方向。政府推动的物理 AI 计划涵盖机器人、自动化制造与智慧设备等领域。华瑞认为，韩国并不满足于仅作为半导体供应商，而是希望利用自身制造业优势，将 AI 技术延伸至实体产业，打造下一阶段的竞争力。报告中有3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信号。第一，是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的巨大差距。野村预估韩国名义 GDP 增长可能达 12.3%， 远高于实际 GDP 的 3%。 华瑞认为，这反映韩国出口产品具备更强定价能力，尤其是高端晶片价格提升将直接推升企业盈利与股市 EPS。 第二，是 AI 应用领域的扩张。市场目前集中关注生成式 AI， 但韩国政府提出的物理 AI 代表 AI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能带动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以及智慧工厂的新一轮投资。第三，是供应链自主化。面对地缘政治风险，韩国正透过补贴、战略储备与国内生产政策提高半导体供应链韧性，这可能形成韩国未来10年的产业护城河。华瑞认为，对投资人而言，如果野村的判断成立，需要重新评估韩国资产价值。首先，在股票市场方面，这可能不只是一次科技股反弹，而是一个由 AI 驱动的国家级成长周期。投资人应关注具备技术优势与定价能力的半导体企业。其次，在债券市场方面，虽然政府不依赖新增国债支出有利于债市稳定，但升息至 3.25% 的预期仍可能压制房地产与中小企业，需要密切观察。最后，在汇率方面，强劲出口与巨额经常账盈余将支撑韩元。如果 AI 周期持续超预期，韩元资产可能重新受到全球资金青睐。不过，市场也需保持谨慎。3% 的 GDP 增长目标在全球经济放缓环境下仍具挑战性，关键在于 AI 晶片需求是否能维持长周期，而非短暂繁荣。
总体而言，野村描绘的是一个由 AI 晶片、财政投资与产业升级共同推动的新韩国经济模式。若半导体周期持续强劲，韩国可能不只是复苏，而是迎来下一轮结构性增长。华瑞认为，未来的市场走向将取决于这些宏大计划的落地速度，以及 AI 需求是否能转化为真实的企业获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